前阵子一则新闻让许多人都感到困惑，甚至有些不安。马来西亚不是一个没有地震的国家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安全吗？今天的影片我就要带大家一探究竟。根据研究，马来西亚半岛有记录的最高地震震级是5.4，发生在1922年柔佛麻坡莫尔的东部，而这已经是100年前的事情了。难道马来西亚不再安全了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地震的类型。我们平时听到的日本、印尼大地震，通常都属于板块间的地震 （interbed earthquake）。这类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，因为板块相互碰撞或挤压，累积了巨大的能量，一旦释放就会引发强烈的地震。但西加莫这次的地震属于板内地震 （intraplate earthquake）。这两种地震是完全不同的。板内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，通常与深层的地质构造有关，而且震感普遍较弱。看这个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莫过去的几次地震震央都非常接近，几乎可以连成一条线。这个现象非常关键，因为它可能指向一个特定的地质原因。地震发生通常是由两种应力累积而引起的，动态应力 dynamic stress 和静态应力 static stress。动态应力又被分为几种，其中一种是指由远方大地震产生的地震波，短暂且反复地施加在断层上，从而触发地震的摩擦失稳破裂机制。这就像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虽然来自遥远的地方，但它短暂的震动可能会让本就不稳定的断层滑一跤。另一种是由地下流体 crustal fluids 的侵入，导致断层被物理上的挤压或增加其中的孔隙压力 pore water pressure 扩散的机制。这就像一把楔子被强行打入地壳岩石的缝隙，它会产生巨大的力量，硬生生地把两边的岩石撑开挤开。当岩石承受不住这种力量时，就会破裂和滑动，从而引发地震。静态应力则是指远方的板块长期性的移动，使板块内的压力增加。同一个区域内的断层移动导致周边其他断层的应力永久性增加，从而触发地震。这也是余震所发生的主要原因。这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，连锁反应会把旁边的牌也推倒。那么西加莫的地震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西加莫地震发生之前，西马半岛附近并没有发生任何来自远方的强烈大地震，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动态应力中的摩擦失稳破裂机制这个原因。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推论，这次的地震很可能是由于高温的地下流体，也就是温泉所导致的动态应力增加所引起的。在第一次地震过后所发生的多起地震，则是由静态应力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的多场余震。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许多温泉，但是非火山性温泉，而这也代表地下的超高温流体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与火山活动没有直接关系，而是深层地下水或古海水被地热或板壳俯冲产生的热量加热后，从地表涌出的温泉。不信，柔佛州就有温泉。根据一份关于非火山性温泉地球化学的研究指出，马来西亚矿物与地球科学部在2010年就统计，柔佛州至少有5个温泉，其中一个就在拉美市拉比斯，离西加莫和这次地震的地点非常的接近。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，地下流体可以沿着断裂带循环，从而影响地壳的应力状态。那么地下流体真的能触发地震吗？是的，这完全有可能。让我们看看其他地方的案例。以2024年日本能登半岛地震为例，
地震学家们相信，这场地震是由地下流体的迁移所引起的。流体的迁移增加了地下的孔隙压力，并流入了已有的断层带，使断层变得湿滑，从而触发了地震活动。这个过程被称为地下流体润滑断层 （slippery faults）。当流体迁移到断层区域时，它们就像润滑油一样，降低了断层之间的摩擦力，让原本需要更大应力才能移动的断层，在较小的应力下就能滑动，从而引发地震。所以，我们回到西加莫地震，尽管这次地震的震源可能与地下流体活动有关，但其强度并不大，而且马来西亚的地质构造相对稳定，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将变得像日本或印尼一样地震频繁。然而，这次地震仍然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：即使是处于非活跃板块边界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地质活动的潜在风险。这次的事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，以便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的动态地质过程。你对这次西加莫地震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又或者是你对地质学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？那么就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，那么也别忘了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它。那么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